我们分手吧，请问你全天下女生会怎么做？我问为什么？为什么？我哪里不好？我可以改。各位年轻女孩子，姐姐现在告诉你，你现在所有的分手的处理的过程，都是为了30年后你回头看自己，你看得起自己，你不要那么心疼自己。姐那样子分手很痛，我说这时候是痛，可是你30年后回来看自己怎么被糟蹋成这样，那才是真正心痛，而且那个心痛的没得讨的。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我们今天隆重的欢迎美人姐。嗨，谢谢理科太太，理科太太太厉害，3个太，好不好？我改名干脆叫理科学姐，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你就叫理科太厉害。我加油，我会加油的。美人姐是因缘际会之下，我们一起拍了一个时尚玩家。之后，美人姐就是对我各种提拔、提点、提携。我每次都会美人姐电话过来，她说怎么样？然后每一次一针见血的，就是让我直接这样醒过来，不眠不休的提点我。然后美人姐的用字都很精准，大家都没有这种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应该是想说，我这样讲你还听不懂。你要想慈母多败儿，所以我每次看到我儿子，我就会一咬牙，有那个声音经过。那今天跟美人姐来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是年轻的时候的美人姐是什么样子？年轻时候的美人姐没有你漂亮。我最近才刚拍了一个广告，我为了拍这个广告呢，我多了很多的书。已经不是在产品本身，而是我必须去把我自己的感受跟观众朋友分享。这样子，人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变老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的青春，失去美貌，我们也可能会失去亲爱的人。可是你不要忘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很多东西会加进来，走过的路的那种体会跟那种成长跟那种智慧也都会加进来。你现在问我还真舍不得年轻回去。昨天我录了一个节目，然后呢就是很多的美亚在讲他们的经历过的一个事情，我可能真的有讲那么激烈的话，因为我忍不住跟他讲太蠢了。后来为了蠢这个字呢，我解释的非常多，后来还跟制作单位说把这个字呢能不能消掉，他说姐不用消掉啊，我们就觉得很受用这样子。我想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走过这些路，那如果可以把这些经验、这些累积的智慧，我现在才看透一些事情，看明白一些事情，那这是多么的珍贵。而这个珍贵的经验，我又可以在我的朋友需要的时候，我分享给你，那你不用走我走过的这么多的坎坷的路，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我知道他现在那个我曾经现在过的状况里面，所以呢，我只告诉你还有路走，往上面看还有路，你很快你自己就找到自己的路，你算是一个很聪明又通透的人。骂几次我就听得懂了啦。不止几次哦，各位。昨天比如说其中有一位来宾，他才不到30岁，我们在讲劈腿这件事情。那他有一任男朋友呢，有一天他想要早上约他吃早餐，要给他一个 surprise， 通常给惊喜都会变成惊吓。然后他一打开房门，2个裸体的人在床上，经过一夜欢爱之后，大家也都精疲力尽了，睡了这样。这个时候他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会不会是他的家人只是因为太热了，所以大家开一台冷气，所以睡在同一个房间？人都会这样子，当眼前的事情是你不敢相信的时候，你一定会给自己一个想象或者一个说法，就这应该不是真的。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海涛法师当年讲说，当你如果打开门发现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你知道吗？把门关上，把门关上，告诉自己这是眼睛的业障，然后呢立刻离开现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护你自己，因为他要告诉你，你眼睛看到了就是真的，你不要再怀疑了。但是你眼睛看到的又不完全是真的，一个是看到他跟别的人在滚床单，你只有离开现场，你才能够看到说你跟他的关系其实产生了什么变化，这个才是真正的看到。所有的年轻女孩子看到这个的时候呢，第一个一定怎么样？打电话，你在哪里？你不要再骗我。然后那个是谁？然后呢，你怎么选择？你通通陷入2次伤害、3次伤害、4次伤害。于老师，你需要的是个铁板，锵把它打醒。他说：“我们要不要出来谈一下？到客厅谈一下？”他说：“好啊，但我希望让那女孩子先把衣服穿好，我先送她回去，我再跟你谈。”你怎么办？你要坐在那边等他上去把这个女的按奶好送回去，然后再回来跟你讲你想怎样，再来傻傻问他你要选择谁？你不是2度伤害吗？你不是3度伤害吗？
门关上，你连电话都不要打，因为你不要怀疑你看到了，这都是真的 game over 了。你只有离开现场，你才不会给自己伤害。你要求什么真相？真相已经在你眼前了，你就是不相信而已。你去追求真相，只是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伤害自己。所以我曾经有一个姐姐多厉害啊，她还不是亲眼看到，只是那个男的没来由的跟她讲说，我们分手吧。你觉得你跟他感情还很好，可是这男的突然讲我们分手吧，请问你全天下女生会怎么做？我问为什么？为什么？我哪里不好？我可以改。各位年轻女孩子，姐姐现在告诉你，你现在所有的分手的处理的过程，都是为了30年后你回头看自己，你看得起自己。你不要那么心疼自己，我都是走过这个路的，我才会跟你讲，姐那样子分手很痛。我说这时候是痛，可是你30年后回来看自己怎么被糟蹋成这样，那才是真正心痛，而且那个心痛的没得讨的。吃完饭也看完电影了，都好好的，突然跟他讲，那我们分手吧。这女生就问了他2次，真的吗？这是你真的想法吗？那男的说，对啊，那好吧，我知道了，再见。这时候坐公车就训了。为什么还在那边等，对不对？很难看，因为你要立刻离开现场，只有立刻离开现场才能够保护你。他就决定招计程车，他就坐上计程车，那个窗子经过那个男生才刚刚经过，啪，眼泪这全部流下来。回去在宿舍3天，不能吃不能睡，只能喝一点水。他的室友帮他买面，买一碗就收掉一碗，3天。然后我说，那他没有再打电话来跟你解释吗？他说当然有。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呢？他说我为什么要给自己一个再被受辱的机会？我只有自己这样子撑过这个过程，我就会在他的心里扎一根针。事隔40年，2个人重逢。你知道那男生说什么吗？当时你走了，上计程车走了之后，我突然觉得我是被分手的那个人。所以这男生在心里面永远留着一个遗憾，而对他的想象都是美好的。你现在求他，你求回来之后，然后呢，你们的冲突再来一遍，你们不合的地方再来一遍，然后你要再被抛弃一遍。不，我就是这样好回来，然后呢，我要抛弃他。你有必要再折磨自己一次吗？就好像很多人说我决定忘掉他，我就说那你完了，你忘不掉。忘掉就忘掉，还决定？你决定忘掉他的时候，就表示这个人就在你脑海里面，你根本就忘不掉。其实，在感情里面哦，可以保护你的只有善良，不要有做任何你怎么样的报复。善良就是不是只有对别人好，善良要对自己好。所以你这些报复，你真的报复了对方吗？没有，你只是拿刀再戳自己一下。今天可以讲这些话，都是姐姐走过那些每一步都算数的坎坷情路。不瞒您说，我跟美人姐讲话讲到我哭出来过。我就问美人姐说，那人会有报应吗？会有天理吗？那我的公道谁要来还我？美人姐就说，那个人你不用做什么，他也过得很不好的时候，就已经还给你公道了。之后我就一直想到这个，一直想到这个，然后我就越来越好了。不过我很高兴说，我们现在见到他，跟我们那时候在录时尚玩家的时候，真的是2个理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觉得我真的才有办法到了下一个阶段。像美人姐说忘了就忘了的意思就真的是没有想到，你要把心打开，让别的空气可以进来，它才可以换气。你一直闷着，这个空气不会循环，懂吧？你就没办法呼吸。打开。美人姐，其实外界来看，你觉得是一个女强人，是大家对于女强人，我觉得时代都已经变了，该给一个新的词汇了吧？你觉得特定的一个刻板印象，看你怎么想？这个事情，在我念了宗教研究所之后，在我念了很多的宗教人类学，念了很多的社会学之后呢，我就看得更清楚。2次大战以后有所谓什么后现代，其实现在已经是后现代的第2现代，其实也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种阶级或者是阶层可以这个处理的。上个世纪初，你如果要去听歌剧，你一定是有一个阶层的人才可以。可是现在已经是个人主义了，这个阶级都打破，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打破就是性别。以前是女人要依附男人，她才能够生存，而现在社会的条件是整个开放，这样子来区分呢，那是你自己给自己画地自限，而且这样子是没有办法分类的。每一个靠自己自立生活，而且精神可以独立、经济可以独立的人都算女强人，所以不要被这个刻板印象给框住了。我现在看女强人，那难道我要做女弱人吗？女强人通常带有一些不好的意思，你事业做得好，你一定个性很机车啊，或者是很强硬啊，这个才好笑。各位，现在的社会工作容易吗？不容易。竞争大不大？
大嘛。然后这时候你告诉我，我要温柔柔弱，然后我才可以在这个市场工作里面竞争，那你不是头壳坏掉吗？我们能够在职场活下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坚强啊，靠的是努力，靠的是自立啊。你能在工作职场上活下来，谁不是强的？职场是来跟你体会人性真善美的吗？我今天离婚了，那大家就会说，就是你个性有问题嘛，大家就是看最表面的，然后就会觉得那怎么跟你说呢？当初我就讲了，我真的非常羡慕外遇离婚的，那我还被那些女人骂，外遇离婚一杯咖啡的时间我就解释清楚了，全社会都站在你这边，可你跟他讲相处很困难，没有办法共同生活，大家都觉得哪有不可能的，你就是不够爱或者是怎么样。真正折磨人的是琐碎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相处的这个细节，这个困难这个痛苦是你每天正在经历的，更与何人说？你真的是说不出口，说出来也没有人听得懂，你就不要讲，我就跟你讲，你不要讲。对，美人姐就说没有什么好讲的，不用讲，要学大 S， 什么都不要讲。做不到大 S， 你做叉 S 吗？把嘴巴打叉。支持你的人你要解释吗？你不用解释。不支持你的你解释有用吗？没用。所以叉 S 这个对于感情上有出现问题压力很大的女生，要能够 process 这全部的东西，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跟一些附近人的支持。要支持，要很多人的支持，而且要对的人的支持。就是我都没有给你出馊主意说怎么去对付人家，没有，我都是你处理好你自己，你就有办法。你一直要往你有很 lucky 的地方去想。很多人就想说，我哪安那家拍苗，我怎么遇到这种事情？你只想到你遇到的困难，你没有想到在这个困难里面，其实你也得到礼物。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挫折，都有礼物在后面。现在那个困境里面，我们看不到背后那个礼物，那个礼物才是你真正走过这个困难最珍贵的东西。5月到现在，你看出你的礼物了没？我就算看不出来，美人姐也会讲一些其他的东西让我看出来。有，我看出我的礼物了。你今天可以这样子好好的在这个地方做你的自媒体，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事情。你没有在这个事情上面就委顿了，等你真的完全过了这个山头之后，你有更多的力量可以帮助在这个镜头前面的你的粉丝，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人只有把自己的心往外开，往外看，然后发现你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的人生是很有价值的，你就不会陷在自己阴暗的这个角落里面，然后呢走不出来。所以比如说买我们的公益饼干，这是我们今年出的这个公益饼干，总共有5款，因为今年是第14年，所以叫做跟着世界做好事。其实他最辛苦的是就是我离婚那一年。我离婚那一年，其实每个人都认为说我应该不会再继续了，所以姐姐今天可以给你一些支持，是因为我都走过了，然后我站起来，我才可以告诉你，所以你也要站起来告诉别人，女人才可以帮助女人。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觉得我应该不会继续做，但是我认为我该做的事情我还是要继续做，我不要被这个事情改变了我的这个原来的一个步伐。今年是饼干，以前有蛋糕。然后呢，这个饼干是 Miss V 啊，这是2位很可爱的女生，她们2个是9岁就认识，然后2013年开了这个烘焙坊，每一盒都捐100块，而且是扎扎实实的100块，所以如果今年15000盒可以卖完，我们就是捐150万给安道基金会。那他们是天主教的团体，那么在嘉义梅山呢做很多的这个老人安养，还有一些老人送餐，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服务，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而且他们是一个没有什么知名度，那这也是我们每一年选受赠单位的一个标准，或者是选取的一个要件。我们不要锦上添花，我们要雪中送炭。这样子一个呢是599，那我们希望你可以一次买4盒或10盒，那这样子的整个的运费就会下降很多。Miss V 他们的最有名的就是肉桂卷，所以他们这个饼干呢就是肉桂卷的一个样子。好，我有吃过他们的肉桂卷，很好吃。然后呢，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椰子球，这个是我觉得是最特别的。这个伯爵茶的饼干呢，我们是很有信心，你可以跟任何茶饼干来 PK。这是我们今年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合作，就是 Twinings 英国的这个百年茶品唐宁茶。那他为了我们的这款伯爵茶饼干，特地把那个茶叶打粉用在这个饼干，是不是后面有那个伯爵茶的那个香味全部都出来了？我可以跟你 guarantee 保证，我怎么讲到自己吞口水就是我们可以跟你保证，我们经得起 PK。然后另外这个呢，这个你就千万不要给你的小孩吃，为什么呢？
慈母多败儿。自从美人姐提点我之后，我就开始对我儿子更严厉了。不是严厉啦，不要宠啦。离婚妇女很容易把那种情绪、感情全部投射在小孩，自己要斟酌。OK， 美人姐还特地携带了她的儿子给我看，跟我说：“你看，好好的。”她儿子真的是有够成熟的，看起来有点像你男友啦。看完美人姐跟她儿子的对待方式，有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真的跟你儿子讲过这种话吗？他会跟儿子谈生死。然后我就想说，跟小孩子讲这真的没事吗？后来看，真的没事，我就决定等我小孩再大一点，聊聊这些事情，告诉他说你要坚强。我知道你讲的那个是因为我有一年这个你吃了就知道为什么我说不要给小孩吃，这个很浓。这种巧克力饼干，小孩子吃到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吃别款，他一次就吃到这种等级的，这是75%的苦甜巧克力。你要拿它跟一般的巧克力饼干，你自己两边对照吃，你就知道那个差多少。所以你给小孩这么小就吃这么好的巧克力饼干，他怎么满足他自己？我的意思是这样。我可以订就100盒只有这个的吗？当然不行。这个是否这次的公益活动呢才会出这样子的一个饼干，否则他们平常是没有做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刚才李克在讲的那一段，记得那个时候是我访问了一个画家，然后呢他那时候得了乳癌，他第一时间就带着他的女儿去墓园，然后就跟他聊生死。他那时候是乳癌才刚刚发现，那我就问他说，哇，你这么快就跟小孩讲？他说要讲，不要以为小孩不懂，你若没有讲，他将来是没有准备的。后来我就觉得也对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大概6岁吧，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爱不爱妈妈？他说爱。我说那有一天妈妈如果走了，离开你们了，你们怎么爱我？不要，妈妈不要走，不可以走，这样子。我说可是人生很难说，这是有可能的，如果车祸或者生病都有可能的。你告诉我，如果妈妈不在了，你要怎么爱妈妈？小孩就不会讲啊。我就说听好 ，listen to me。妈妈也许不会陪你们一辈子，但是你们爱我的方式就是好好的活下去。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那如果我们比你先走呢？靠，我都没想到要回答这一题，你知道吗？我以为我只讲完这样子就可以了，可是我没想到他跟我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话，那个对话给我很大的 punch， 我都没有去想有一天我会失去孩子。原来这个爱是如何的往来的，就是我也有可能失去他们啊，可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会失去他们。我记得我就跟他讲，我说好，如果有一天你们比妈妈先走，妈妈答应你们，我会好好活下去。后来我们这个话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呢，这变成我们家的笑话了。就每一年我都会问他，我若比你们早走呢？他们到了国中都已经这样好好活下去。当你们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跟支持的时候，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你才不会完全没有准备。插播一下，这个肉桂卷真的很好吃它的肉桂粉呢是3种肉桂粉去调的，所以肉桂粉很高级，这是你一般的肉桂卷吃不到的味道。姐姐第14年了，拜托你们多买一点好不好？好，我就1年来上一次节目，好不好？好。有一本书叫做好像叫做《爷爷上天堂》，然后我就翻跟我儿子讲，他就跟我妈讲，我妈很生气，她说：“你看你儿子跟我讲这什么东西？”我儿子就说：“阿嬷很老了。”我问他什么时候要上天堂，我妈真的快气死了。美人姐这种育儿的算蛮特殊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啊？可能是我的工作关系，我接触了很多人，然后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我就讲了。台湾的小孩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有伤，为什么？因为很多隔代教养的小孩，他从小是外公外婆带大，爷爷奶奶带大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在还没有成年之前，他就会经历人生的第一次的生离死别，而他是没有准备的。所以有多少人是国中的时候阿公阿嬷走，大人都以为小孩不用处理，因为大人都在忙那个后事，自己涂伤疤，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第一次面临这样的生离死别，可是没有人告诉他如何安放这个情绪，没有人告诉他生死是什么，而这是什么样的必然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孩子是需要被帮忙的，但他都盖住了，所以有时候那个盖到最后，他后面长大的时候呢，这个情绪的爆炸，那个情绪的伤口，你不知道原来是从这边来的，没有好好的说再见，没有告诉他这是怎么回事，是很受伤的。我还记得14岁、15岁的时候，我奶奶过世，我只问了我爸一句话：“他还是热的吗？”然后我就再也讲不出任何的话了，然后我就停留在那里。过世的事情，我是到
过了10几年之后才去消化它的。那一瞬间觉得哇，怎么这么难过？有时候当时你没有办法去想这是什么情绪，你要很后面。原来很多孩子他的悲伤的处理的方式真的都不一样，就是每个人情绪的表达，我们还是要给别人一点空间。你所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怎么会讲到这里啊？椰子球你吃了没？沾白兰地很好吃，这个比较硬，有没有？它沾那个酒就很好吃。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第2名的就是这个巧克力。我可能就会买给员工，然后就说我们来交换，然后就偷偷的把一些肉桂卷跟他交换这样子。总之，大家帮助老人，然后买一下公益的这个饼干。你今年买了之后呢，你记得跟儿子拍一张照，因为我们14年来有1、2个，后来大家也就跟着做。那一年比较晚出，他说你们今年怎么还没有出？我说会啊，会出啊，你都有买。他说对，他每一年买1盒，然后他一定跟他的孩子拍一张照留念。他说我要把善良的种子种在孩子的心里，告诉他说今年要捐给什么单位，这个单位在做什么，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其实你有1盒这个饼干，然后把这个善良的种子种到你的孩子的心里。你问我现在的人生态度，善良的确是辛苦，可是善良真的可以活得比较久。妈妈们买起来，然后呢，记得跟你的孩子拍一张。没有买过的，从今年开始，好不好？支持我们的这个公益饼干的活动。我做这个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东西要好吃，顺便做好事。我们时尚玩家拍过，你知道我这个嘴巴很挑吧？是，对。今天选的是不是都很棒？对，谢谢美人姐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事情，从感情啊，到后面每个人对于处理悲伤都有他自己不同的态度，要给予这些尊重。谢谢走在很前面的美人姐，让我们在不是走在很前面，我只是稍微看一下我只是比较早就走在这个路上了，这样。我们的未来看起来其实也是好端端的，所以就没有担心了。谢谢美人姐，谢谢。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哦。不要忘记支持一下公益饼干哦。我们下次见。